你家孩子取名了没？啊！你家孩子取名了没？老头儿，我儿子还没取名，你给取个呗。我来取，我一定取个好名字。那给我取！哎呦，给我上！名字，找死！取名字。和尚，你救我，让我清醒着见到我孙儿一面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。我要跟他说一声对不起，是爷爷对不起他。我要给你当牛做马，我这就给你磕头，给你当徒弟。众生皆苦，如何都放不下执念。放不下，这辈子都放不下。既然放不下，那就先拿起来。如何拿？你孙儿的先生在大理龙泉县。不，我不要见文生，我不要见他。你孙儿已经另待他人了。秃驴，莫要跟老子打机锋！你若想害我，打死我便是；你若想害我孙儿，我一拳打烂你的金身。便是你家佛祖来了，我一样出拳。佛观一钵水，48000重。你家孙子很有意思，他的事工学说，同样也看到了小。一叶障目，如果真能看透彻所有脉络，便能看见大千世界，观清楚十方六道众生。以小见大，贫僧觉得可以跟他的先生说道。我家孙儿的先生，他是谁？大理龙泉县陈平安。去往此地，必须去往此地，去见我家孙儿的先生陈平安。只看不说，不问不做。贺仙子，你的话我听不太懂。这一步是契合大道逆流而上，从此破镜重圆，还是跨入万丈悬崖，粉身碎骨，再无回头之路？斩断赤龙的那一天起，师父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那是种令人不舒服的眼神，男人看待女人的眼神。贺小良，你是唯一能继承我衣钵之人，与我结为道侣是顺应天意。若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远离宗门，做一对逍遥快活的野鸳鸯。恩师所选的大道太险太偏，之后我脱离神告宗，卸任玉女，害得神告宗失去了金童玉女聚在一宗的大好局面。恩师勃然大怒，扬言要清理门户。纵使那一刻我的道心都未曾动摇，直到我遇见了那个人。贺小良，贫道给你一个成为我座下弟子的机会，不过你得先去见一个人。那人与你红线相连，气数绑定，福祸更是一同分担，简直是天赐良缘。初见陈平安，我只觉缘起，为何如今才看却缘深如海，仿佛天作之合？难道这都是陆晨的算计？陈平安气运否极泰来，一半是靠他命硬，熬到了大局落定，得到了天道补偿；另外一半就是我陆晨的手笔。齐敬春乱点鸳鸯谱，那贫道也干脆当回牵红线的月老，借那颗蛇胆石在你们之间牵了红线，从此福祸相依，一起分担。若寻常人接纳了这份机缘，说不定早就暴毙了，但陈平安是个例外。至于他会不会被撑死，因福生祸，贫道无所谓，无非是证明他齐敬春看错了人而已。陆小师叔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贺小良，贫道又有疑问。既然你心向大道，那需要你扪心自问，要不要斩草除根，将眼前这个不知缘是善恶的人一掌拍死，以免坏了将来的大道根本。
贺仙子，你怎么了？贺仙子，你没事吧？我也没欺负他呀，怎么回事？别过来！啊，杀意！贺仙子，这把飞剑刚刚现世，完全不听我使唤。真没想到，你连飞剑都有了。男女之情终究是小事，我贺小良只重大道。陈平安，我不会杀你，但等到你哪天死了，就会是我贺小良的郎君。啊？你说啥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不然你再说一遍。这贺仙子真不是狐妖变的。潺潺的先生呢？我家潺潺的先生呢？去往此地，必须去往此地，只看不说，不问不做。你不是我孙子，我孙子呢？我要见我孙子。我孙子在哪里？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？快把婵儿还给我！我家婵儿是天底下最聪明的读书种子，只可惜遇上我这个爷爷。是爷爷取名字不好，是爷爷害了你啊！他如今已经换了名字。换了什么名字？不行，我要给我孙子改名字，改个更好的名字。你让开，别耽误我找婵儿，我要找他先生，问他我新取的名字到底好不好。去往此地，必须去往此地。我家婵儿的先生在那里。恍若隔世，不是恍若，分明就是隔世啊！爹，铸剑这事儿为什么不让我帮忙？知道爹为什么答应那位少女给他打造这把剑吗？知道啊，他送给咱们那么大一块斩龙台，足够买把好剑了。不止如此，这是我阮琼开宗立派的第一把剑，不管为谁铸造，都能够一鸣惊人。但以你如今的境界，爹怕万一你打出真火来，太吓人。不就打个铁吗？还能打出块桃花膏啊？哼，真是这样，爹倒是省心了。秀秀，现在小镇鱼龙混杂，稍有风吹草动，转眼半个宝平州全都知道了。哼，你等着看吧，等剑铸好，那臭小子怕不是争着抢着要给宁瑶送过去。他连宝平州距离到玄山到底有多远都没问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喜欢一个姑娘而已，还讲究门当户对，又不是结婚成亲，到那个时候讲究出身还勉强有点道理。如今只是喜欢谁，天不管地不管的。你知道他喜欢宁瑶？知道啊，我又不瞎。而且爹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看得到人心。陈平安只会喜欢一个姑娘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妈了个巴子！小的时候，觉得家门上如果有门神，门上如果有春字，就很幸福了。宁姑娘，你的家乡也有这种讲究吗？我的家乡，你不会喜欢的。那个连剑仙死了都没坟墓可躺的地方，怎么会有春联门神和那年味儿？几乎所有生长在这里的人都恪守祖训，一辈子不曾去往这座太平的浩然天下。这里的女子都希望嫁给剑术比自己高的男子，若是男子战死，她便随后；子女再后，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剑仙的故事是有美满结局的。那你们要怎么祭奠逝去的亲人？把他们记在心里，一笔一画，刻在心中。不知道阮师傅的剑铸得如何了？
到时候，他就有了趁手的佩剑，我也有了一把怀木剑。宁姑娘和我的剑，可以叫降妖与除魔。你的话，虽然叫小丰都，但我觉得不如叫初一或者是早上更好。毕竟你是在正月初一的大早上，第一次以飞剑之姿来到这个世界。任何意见，名字不改。给我！快别闹了！你是不是叫陈平安？老先生找我有事吗？我是崔婵婵，我是崔婵的爷爷，你可是我家婵婵的先生。算是。他如今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被人欺负？他不欺负别人就算好的了。虽然你是我孙儿的先生，我应当敬你。可一个3境不到的纯粹武夫，如何做我孙儿的寿宴恩师？以后他遇到了麻烦，你这个做先生的就在远处看戏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快带我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我要帮你一把。老先生，你一脸来者不善的样子，下手还不顾人死活，傻子才让你帮啊！快说，我最多清静1炷香的时间，再磨磨唧唧，老夫一拳打断你手脚。小娃有点门道，不错不错，是块好料。落在别的狗屁宗师手里，再花心思雕琢，你都成不了大气候。但我不一样。不妨带着这位老先生去竹楼，如果你答应，我来带路。哼，好久没见着这么人模狗样的山神了。等老夫恢复一些气力，找你切磋切磋。老先生放过我吧，你光是帮他打磨武道境界，就够忙活的了。哼，这就是你的地盘。Yes！ 好地方，真是好地方！一天最少能够清醒个把时辰，半点不输给洞天福地，总算有点我家婵婵先生的气度了。好，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。世间之说，武道有9境，不知9境之上大有风光。你暂时才摸着3境门槛，若是老夫再不出现，恐怕就要坏了未来9境的根本。武道一途容不得半点花里胡哨。你先前做的还算不错，但是远远不够，特别是第1境的散气，差远了。收效了，陈平安，你能不能吃苦？老爷，你别答应他，由着他说完走了。扭扭捏捏像个小娘们似的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多大的事儿？能吃。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辈武夫要想往上走，在登顶之前，就要去当一条路边刨食求活的野狗。要告诉自己，要想痛痛快快活着，就必须跟天地大道争，跟狗屁神仙争，跟同辈武夫争，最后还要跟自己争，争那一口气。一口气吐出之时，要叫天地变色，要叫神仙跪地磕头，要叫世间所有武夫见我一拳，一拳
苍天在上。好一个纯粹武夫，纯纯粹粹的要跟天地较上一劲。李希圣见过杨老先生。我需要你帮忙为陈平安算上一卦，可否？事后我自有回报。当然没问题。大道直行，有山开山，有水过水，一速速远游，利在南方。我信得过你。先生，你真的要离开宝平州远游啊？能不能带上我？可以啊，因为有人想要你跟随我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。先生，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。这可不容易。其实我连我自己从哪里来也想不明白。既然如此，不妨先想清楚往何处去吧。好，那先生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还记得宝平小时候去龙须溪那边捡取石头往家里搬，咱俩拦不住，就帮着出谋划策，才有了这座有模有样的水池。是啊，谁让宝平叮嘱你们两个好好相处，不许打架。我以前觉得大哥你每天就知道躲在书斋里看书，对谁都和和气气。我就担心你去了那剑修如云的北距泸州，会不会沦为待宰羔羊？哼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听说离珠洞天之前术法尽绝，炼气是修行极难。如今洞天破碎才1年功夫，你就已经跻身到中武境了。我要是有你这般大气运缠身，还至于想要什么都得付出100倍气力去夺吗？宝珍，在错误的路上奋力争夺，与在正确的道路上重新行之，两者对家族未来的30年不言而喻。我希望你能多以阳谋行事，若处处兵行险招，只会害人害己。大哥，你知道我不爱听道理，你算卦不是一向很准吗？不如帮我起一卦，看看我能否否极泰来，让咱们李家光耀门楣。本心难移，起卦又有何用？这张日夜游神真身符箓品质极高，算是我的临别赠礼。还是那句话，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这个当弟弟的就来念那难念的经。好读的书，大哥去读便是。我父亲是个酒鬼，整天不务正事。有天我娘在我手心里塞了一枚铜钱，要我藏好，别被爹发现了。结果就是这枚小小的铜钱差点要了他的命。男人发起酒疯来，下手没轻没重。做娘亲的没能想着办点福，可只要儿子出息了，便是没关系的。那时候我就发誓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一定要让娘亲睡在金山银山里。没想到啊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如今成了山上人，屋里却连个人气儿都没了。娘亲呐，我的傻娘亲呐！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干嘛？老祖宗，你要是渴了就去打水，接雨水做甚？按照小镇老一辈的说法，祖上积德赏下100粒米饭，子孙用大碗去接，就算接住祖印了。福禄街李家2公子来泥坪巷做什么？曹老先生，晚辈李宝珍特来拜见。
这次国师大人微服私访，带来了墨家许若，还从纯如陈氏那里请来了曹老先生您，用意再明显不过，围杀天君谢石已成定局。围杀谢石？你小子说的倒清楚，真动起手来，别说李家，整个小镇也在劫难逃。晚辈有方法，既能让曹老先生完成纯如陈氏的约定，又能避免跟道教天君谢石硬碰硬，舒舒服服隔岸观火。你想和我做买卖，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大黎国师钦定的绿波亭宝平州东南的全权掌舵人，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大黎谍报机构的本钱够不够看。曹老先生一直在查陈平安的祖籍，可是收效甚微。其实小镇原有2只陈氏，一只全部搬迁，还有一只留在了小镇。留下来的无锡陈氏几百年来为奴为婢，只剩下一个陈平安。如果不是本命词破碎，他本应是小镇陈氏气运的唯一受益者。可陈平安却混得如此凄惨，那么这些气运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这些内幕你怎么知道？晚辈只是身处局外，又碰巧知晓些自家内幕而已。说说看，你要只是金玉其外，我便送你一件。离珠洞天出身的孩子都有本命词，想必曹老前辈比谁都清楚。有趣的是，我家大哥李希胜却并无这种东西，又或者，他根本不是我李家的人。秋波，漫长青梦压星河，但有也绝无任何悲歌。小童坐静看山色，无问又唱歌，所以展露于桥也归客。